人没事是吧？没事没事，中午喝酒了没？没喝没。为什么撞上面来了？困了嘛，下雨天开的时间久了，有点困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么严重的事故，空中转体2周半，人一点事情没有啊，还可以和交警流畅的交流，确实质量不错啊。但是交警打的马赛克呢，更加的不错。特斯拉呢，只要一出负面消息了，就把车标给露出来了，正面的呢，就给你打上马赛克。这似乎是所有人默认的规矩啊，不知道这是不是墙内骨子里的不自信呢？特斯拉其实也是国产的呀，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国内卖的最便宜，但是呢，也是在国内被坑的最惨。这是比亚迪的事故啊，我严重怀疑是不是防撞梁你忘记装了？我找了半天，愣是没有找到。前脸都散架成这样了，一次性的产品就是不一样。车头溃缩的有点过分了，都快碎成渣了。难道是开了飞行模式吗？还是网约车着急去接人了，严重超速了？不管怎么说啊，这次估计是彻底报废了，赶紧买新车。比亚迪的新车有天神之眼，别管什么 A、B、C 的，都是平权。现在都一样，下次飞行之后呢，天神之眼一开，肯定看得清清楚楚，1秒给你闪避掉。当然呢，也有偶尔没有睁开眼的时候，那只能拼八字了，谁硬谁就厉害。最厉害的呢，还是属于华为的享界 S9啊。我看人家买电车吧，妈的，电车太吓人了，气囊都不弹，撞那么严重，防撞梁都搁这了，看人家买吧，瞎包包。电太厉害，看这个现场是真的厉害啊！防撞梁都干飞了，不愧为1000万内最好的轿车。防撞梁都能当暗器用，气囊弹不弹这个已经没有必要了。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问题不大。国产车呢要自己克服。我有点怀疑的是，这个算不算偷工减料？是不是工艺不成熟啊？防撞梁都能干断、干弯，这都能理解啊。能干断，还能飞出去，还能飞这么远，还能扎到别的车胎上，没有掉下来，确实是有点技术的，一般车企真的干不来。这一点上呢，确实遥遥领先。更加遥遥领先的还有我。话说到底这是谁配的图啊？太经典了！这是最新的比亚迪腾势 N9， 在原地转圈了，也是比亚迪的特色了。转圈跳舞，本质上呢就是磨轮胎，花里胡哨的。对于一台3.2吨的车，这样强拉硬拽，再加上那精致的小轮胎，转几圈就要换鞋了，非常的好啊！还有这个配音，难道不是压到狗子了吗？这强力的摩擦音效啊，隔得老远都能听得到。情绪价值这方面还是得看比亚迪啊。40万能买个能转圈的山寨路虎，不知道合不合适呢？这次能不能卖爆啊，还是个问号。一觉醒来，小米苏7车主天塌了，你们的爱车已经火到阴间了。事情是这样的，清明将至，有网友爆料，纸扎小米苏7的销量暴涨，不但线下销量火爆，连电商平台都卖出去不少。因为上海不让卖，所以我没去线下调查，但网上看了一下，基本售价在10到30元之间，个别高配能卖到200-300块。从电商的产品详情页可以看到，纸扎版苏7的长46厘米，宽18厘米，高12厘米，大概和一个枕头差不多。而且交易记录显示，纸扎苏724小时内已经有200多人下单购买，超过400人加购，一家店的成交数量轻松突破700个。有网友调侃，自己买不起小米苏7，但至少要让祖宗先开上。不过有律师表示，这种纸扎苏7的销售和制作可能使用了小米商标和车型设计，存在法律风险，并不建议大家购买。而且现在提倡文明祭扫，尽量使用鲜花、植树等低碳方式。有句话可能有点别扭，但我还是想说，中国人对祭祀非常重视，烧给老祖宗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当车企的产品出现在老祖宗坟前，那就说明你的销量稳了。散会。这就厉害了，还是雷总有先见之明啊！
刚把小米SU7这个原创的保时捷外观申请了专利，这就来活了，这不是要狠狠的赚上一笔了？3届同步发售也是独一份，而且纸扎的小米SU7啊，估计怕老祖宗开得太快了，还贴心的配了个司机，网店销售呢更是没有一个差评。就是不知道那些买小米SU7的车主是怎么想的，这是不是同行又一次的诋毁还是什么？国内的商蛋呢确实有点过分了，到底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这下冥界估计呢也不安宁了，到处都有飙车的了。家人们呢，出大事了 ！FSD 甚至连 EAP 都彻底没有了。咱们打开官网，辅助驾驶套件里，咱们之前熟悉的 AP、EAP、FSD 分别改成了基础辅助驾驶、增强辅助驾驶和智能辅助驾驶，价格没变，还是32000到64000。另外，据小道消息，下个月也就是4月之前的 FSD， 现在的智能辅助驾驶会正式官宣上线，并且提供包月选项。也就是说 ，FSD 入华这件事儿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算是进来了，但是不能用全自动驾驶去宣传。这一点有一说一，咱们很多人都用过了，虽然很强大，但是距离全自动驾驶确实差得挺远。那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包月价格，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价格的区别。这么说吧，如果是199的价格，说明以后会很频繁更新，并且会很快适应中国的道路和交规。但如果是899或者近1000元之类，那反而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提升。为什么这么说呢？参考9块9的流量包，最早是美国9.9美金，当时大家都在猜测国内会不会是68，但是没想到国内也是9.9人民币。究其原因是这个钱不用交给美国，而是交给中国联通，大批量采购9块9完全够了。而这个 FSD 不一样，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总部收钱，因为训练算力在美国，所以你交的64000都会最后给美国特斯拉总部结算，所以64000也就是美国8000美金的价格直接折算。所以说，如果 FSD 包月是899的话，说明还是把美国99美金的包月价格折算成了人民币，还是要给美国结算，因为还是美国总部在用马斯克的虚拟训练法训练大模型。但是如果是199人民币了，那可就厉害了，家人们，这说明 FSD 的训练已经可以在国内完成了。但是鉴于 AI 芯片禁令还没有取消，所以很可能是要求特斯拉在国内用国产 AI 显卡重写 FSD 算法，就像要求特斯拉 99% 的国产化率一样，不仅能让车主成本更低，提高车的竞争力，而且还能完善供应链。之前是造车的供应链，现在是 AI 供应链，用来打破英伟达垄断。家人们，妙啊这招！固然马斯克你再强也得为我所用，孙子兵法果然名不虚传，我只能说听懂的点赞。这下不就成了强类的特供版了吗？真的有一套，强行给特斯拉降智，可能是强类呀，真的喜欢这种阉割，就像前几天北京地震的一样，就是阉割的苹果呢没有收到地震的预警，其他品牌都收到了，而且啊不出意外的，苹果收不到预警又一次上了热搜，又被骂了一遍。殊不知啊，是强类自己阉割的功能啊，专用的通道呢，用来给你推送小广告。这次 FSD 呢也是一样的，改成了辅助驾驶，让人听起来就没有遥遥领先的智能辅助驾驶靠谱。这可能也是车企到大家长那里哭出来的结果啊！因为就在推送的这些天呢，被人测来测去的，把国产车的智驾呢直接测成了智障，差距太明显了。这样一来呢，谁还买国产车？智驾本身就是华为啊等一些车企来做营销的噱头啊。个人建议特斯拉呢也别改来改去的了，融入一下强国的大环境。比亚迪不是叫天神之眼吗？干脆啊你改成女神之眼，一下子就高级了，而且宣传起来的更加的方便，不是更好吗？已经是特供版了，那么就更加的有特色一点，其实也可以的。在智驾上呢，华为最近真的是翻车了。自己举办的智驾大赛，第1名出了车祸，车子报废了，车主也差点报废。先说这个智驾大赛啊，就是华为官方搞了一个活动，让买了车的人呢都去用这个智驾来开车。规则也很简单，就是谁用智驾跑的公里数越多呢，谁就得第1名。第1名的奖品就是3折叠手机1台。对于那些买了几十万车的人而言呢，奖品还是其次的，主要是参加活动的参与感。免费的当小白鼠，又能帮华为测试智驾，用自己的肉身呢帮华为系统找这个 BUG 啊，又能做野生的跑头员，最主要的是呢能够收集数据啊，干翻特斯拉。所以呢就有很多人拼命的跑，一个人跑不动了，
就换人跑，人歇车不歇，每天呢都接近跑了1000公里。这些华为粉丝真的太拼了，爱国热情饱满热烈。结果呢，悲剧来了，有人发帖称自己是第2届华为智驾大赛2024年12月3日到22日的个人周榜第1名，自己在开启智驾功能时出了车祸，车子报废了，人受伤在医院了。据他的描述是2024年12月22日晚上9点半左右啊，开着 NCI 功能以120公里的速度呢追尾了前方停放的水泥泵车，车辆当场报废，被交警和前方司机救下来了。这位是日均狂飙1000公里的老司机啊，他在病床上发出灵魂拷问。余承东说，不管白名单黑名单都能识别的。这 L2.9999 是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呢？从他发帖的位置上看，还是在华为 APP 上发的，没有发到其他的网络平台啊。发出来就炸锅了。面对这次事件呢，有人说他的行车记录仪，怎么没有华为的水印呢？怀疑是假的。他表示华为不给他恢复，说了4、5次了，还是不行。还有撞车前是不是智驾呀？是不是手欠了，动了方向盘，导致智驾变成了 ACC？ 他表示没有啊，全程都是智驾，撞车前1秒都没有干预，这是真的完全信任的啊。还有人说他没有及时接管，这就有点故意黑了。他表示呢，自己一天开上千公里都没有接管呢，以前都没有问题，结果现在撞车了华为给他甩了2份报告，显示呢，在他撞车前是有减速的呀 ，AEB 也起了作用，所以呢，事故跟华为无关。这甩锅技术呢也是一流。车主在帖子里还表示呢，华为是在草菅人命，拿车主的生命开玩笑，而且还来了一句经典的，自己描述的内容都是事实，有造谣呢，请华为起诉他，拿出了金光闪闪的500万啊！这就是华为吹牛逼翻车的案例了，这还是官方举办的活动啊，照样的甩锅。更加讽刺的是呢，这个智驾大赛，有些车主为了冲榜，疲劳驾驶，把智驾当成免费的代驾了，在疯狂的验证自己的八字硬不硬。也只有在墙内呢，才会出现这种小白鼠啊。出事前呢，信誓旦旦的表示华为遥遥领先，出事之后呢，华为请你起诉我。所以在 L3 没有正式落地之前呢，不能听车企在那里吹牛逼，断代是领先，遥遥领先都是骗人的，小命要紧啊，远离那些吹牛逼的车企。原来我怎么跟你们说来着？骑新车的时候一定要把底盘升起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升起来看一下？因为新车不代表底盘没有生锈，很多车在库存的时候已经被雨水浸泡过了。你看这个车今天来改装那个空调排水管，升起来之后车主是相当不满意，我也是很吃惊啊。这个是24年8月份生产的车，8月份底提的车啊，给你们看一下。半年6个月首先我们要排除的就是融雪剂啊，因为我们北方确实撒融雪剂比较严重。但是这个底盘你看，这些都是灰，这都不是融雪剂啊，看到吗？如果说撒融雪剂撒盐的一些底盘看起来是雪白一片的都没有融雪剂啊。这是厦门坎，这是刚刚提车6个月整，元宝梁。看前面减震器下边，左边是吧？你说生锈到这样要不要紧呢？不要紧，我觉得也不太要紧。卖车的人也说不太要紧，但是你问车主要不要紧，你愿不愿意？不愿意。你说雨水那么严重，腐蚀那么严重吗？这平时呢我们就不用开了。错，他们停车的地方你看一下哈，就像我原来发过那个视频一样，就是一个很破的地方，底下全是各种矿石啊，乱七八糟各种东西，加上如果旁边再有一个旱厕啊，雨水升起来之后，底下有各种腐蚀性的物质，你这旱厕乱七八糟混在一起之后，上这儿那车跟那个普通的雨水可就不一样了。兄弟连纸都不舍得撕啊，膜儿都在。估计是这些车企呢已经知道了，就开个几年，提前给你报废一下。新车谁会升起来看呢？这也是汽车报废的重要环节啊。在国外呢，要求汽车要有一定的寿命，越长越好；在国内呢是越短越好，鼓励大家提前报废。
明明一般车设计寿命呢都是30年，他给你来个6年报废，不愿意报废的呢就查你的尾气。就像国外几十年的老车呢随处可见，就像一些百年建筑一样啊。而墙内呢每天都是当当当，天天给你挖来挖去的，路是天天修啊，哪哪都是新的。前几天香港服役30多年的老皇冠换代还上了热搜，反观墙内呢，小型运营车8年报废，没有商量的，这个是强制的。有很多车被拆的时候啊，还是崭新的呀。更惨的是皮卡车，不管你怎么开，15年就有报废。而国外呢，根本就没有这些奇葩的规定啊，天天喊着环保，实际上呢是严重的资源浪费。为了排放数据好看啊，不断的提高年检标准，感觉是呢，墙内人刚过上点好日子啊，就开始砸锅了。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这个纸筐里面啊是给俄罗斯的啊，哎，这个是给乌克兰生产的啊。